中国在马尔代夫、斯里兰卡展开了外交攻势，印度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墙角有点松动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小飞。最近几天呢，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非洲、在印度洋国家呢展开了一场穿梭外交。那么访问对象呢，包括两个国家，一个是马尔代夫，一个是斯里兰卡。那么这个访问就让人想到，国外一直有个说法叫做“珍珠链战略”，就是他们认为中国打算在印度洋周边弄出一连串的基地，或者是租用什么巴基斯坦、孟加拉国、缅甸、柬埔寨、泰国等等国家的相关港口或者机场。那么这些基地、机场、港口就会形成一连串的战略落脚点，在地图上联系起来看呢，像一串珍珠，所以就叫珍珠链。珍珠链的名字呢还是不错，听起来比美国的第一岛链那值钱多了。不管我们是不是真的要搞出这么一个珍珠链，肯定是有不止一批人会感到紧张。而印度洋上真的出现了珍珠链这么一个战略链条的话，最紧张的必然是印度，因为印度人肯定觉得这是中国把长城修在了他们的家门口。所以这么多年来，印度也一直很注意在印度洋国家施加他们的影响力。一方面是要体现印度洋是印度的印度洋，一切要有印度说了算；另一方面呢，也要体现自己是大哥，照顾其他国家呢，他有能力，不需要中国来帮忙。那么印度就先后采取过一系列行动，比如当年斯里兰卡泰米尔猛虎组织闹得很凶，就是印度扶植起来要分裂斯里兰卡的。但是1987年，印度跟斯里兰卡改善关系了，就签了协议，然后印度马上对猛虎组织翻了脸，发兵10万到斯里兰卡去剿匪。后来呢，斯里兰卡发现印军剿匪的胆子是没有的，但是借剿匪的名义赖在斯里兰卡胆子还是有的，而且很大。所以印军打泰米尔猛虎组织打的是拖拖拉拉，最后伤亡1000多人，斯里兰卡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最后是把印军就请出去了。后来呢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就是印度洋出海盗事件特别多嘛，索马里那边嘛，大家都派军舰去给商船护航。印度海军一想，家门口的事儿怎么能少了我呢？于是也派军舰去护航，出手不凡呢。一出手就发现一艘夜间活动的可疑小船，紧跟着狠狠地倾泻一顿炮火，把船击沉。然后泰国政府大怒，说你反你的海盗，我泰国渔船招你惹你了。上面的两个例子，意思就说明印度的态度还是很积极。当然，印度呢也不是每次出手都这样，在马尔代夫还是有过一些成果的。比如说，当年马尔代夫呢出现政变，是印度军队派人马出去以后，打死了17个雇佣军，然后算是帮着马尔代夫的这个原总统解放了马尔代夫全国。马尔代夫长期以来跟印度关系还不错，但是马尔代夫的上一届总统对中国更友好，印度就不干了，于是扶植反对派上台，让马尔代夫再次成为了一个比较亲印度的国家。而且呢，给马尔代夫还提出一个报价，就是给了14亿美元，要求马尔代夫允许印度建立一个军事基地。因此，从2018年到现在，给人感觉是马尔代夫确实又一次倒向印度，跟中国拉开距离。但是，印度跟周边国家关系维持的如何，我们都知道。如果手艺很好，也不至于在斯里兰卡就被人轰出来。所以，马尔代夫和印度的关系还能够亲密多久，恐怕也是个问题。前几年，中国帮马尔代夫修了一座桥，2000米长的跨海大桥。这个事儿呢，印度感觉到很嫉妒，这是中国增加了影响力嘛。于是印度表示也要给马尔代夫修一座桥，要6.7公里。反正中国2000米那个长呢，用了是33个月，印度这个桥长度是我们的3倍多。至于说凭着印度基建能力需要多少天完工，我估计这个时间跟桥的长度还真不是线性关系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中国这次在非洲和印度洋几个国家的穿梭外交，照例一定是去发展经贸关系。那么通过这样的经贸往来，肯定能够让马尔代夫明白，跟中国交往才能够获得真实的利益。当然呢，我们不可能通过一座桥和一次访问，就让马尔代夫彻底改变多年的立场。但是只要经常去印度洋保持这种外交活动，保持这种竞争压力，那么凭借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影响力差距，要给印度的印度洋战略松松土，也会变得越来越容易。好，关于中国在印度洋的外交活动会不会让印度感觉紧张，今天呢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